在我小时候，我非常想要摆脱我爸妈的控制。等工作后，我就发现我又处在领导和老板的压榨之下。等辞职了做自媒体，总算自由了吧？我还是要受到平台规则和算法偏好的限制。所谓的自由选择，不过就是从一个牢笼进入到了另一个牢笼。而当我逐渐习惯了这种充满权力关系的环境后，我的内心也滋生出了一种自我合理化的性格状态。我想从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这本书和你聊一聊这些问题。为什么说现代社会下人人都是被系统压迫的受虐者？那面对无法逃开的权力关系，我们能做什么改变呢？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如何保有真实的自我和内心的活力呢？我有个朋友是真的朋友，在去年他终于辞掉了一家集团公司的副总的职位。在他上班的1年多里，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到最后对公司和老板都感到绝望，到后来频繁出现了躯体化症状、严重焦虑以及频繁自我怀疑的精神状态。他的遭遇让我在现实世界里深刻地感受到了弗洛姆所说的权威主义制度带来的压迫有多么让人窒息。在看了《逃避自由》之后，我发现这种制度它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关系不对等。权威主义哲学中并不存在平等概念，这里的世界就是由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优等人与劣等人组成的。在我朋友这家公司里，离老板越近的人权力就越大。老板是个60后，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要是他对员工有不满，他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顾及对方尊严的辱骂。对我朋友来说，老板更可怕的是，不管你曾经多么用心的工作，你为公司付出了多少，都有可能因为老板在酒桌上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而对你提出不合理的整改诉求。要是你不小心犯了错，让老板丢了面子，老板就会对你大发雷霆，并会忽视以及否定你过去一切的努力，仿佛在那一刻，你曾经与他建立的所有的信任都不复存在。我曾经亲眼看着我的朋友在办公室里脸色发白、身体发抖，只是因为他即将要被老板叫到办公室去问话，而且老板骂他的时候是非常肆意和主观的。如果他想就事论事为自己辩解，就会引来老板更加凶猛和愤怒。而对这样的遭遇，这家公司的老员工还在安慰他说：“你应该庆幸，因为老板这样对你还算是温柔的。”这些还愿意留在公司里的老人，他们每天都穿着笔挺专业的工作装，举止优雅，但是在遇到新挑战的时候，就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想把事情做好的人，在这个系统里你就会感觉特别难受，因为你无法顺利的去推进业务，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客观稳定的价值标准可以践行。这就是权威主义制度的第2个特点。在这里的人，他们的内心是没有原则和底线的。弗洛姆认为，权威主义的哲学基本是相对的、虚无的。说它是相对的，是因为在系统里你找不到稳定客观的原则。比如在公司里唯一的原则就是老板一钱不丁的态度。说它是虚无的，是因为它根植于绝望和无力感。在公司里留下的很多人，特别是年纪已经不小的人，他们无力反抗老板，但是也知道如果离开了这家已经习惯了的公司，根本没有自信能再去找到同等待遇的工作。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就只能去给自己洗脑，于是发自内心的去认同公司现有的体制。而在习惯甚至认可了这样的权威制度之后，就逐渐进入到了一种性格状态，叫权威主义性格。原书对于权威主义性格的解释是：一个人羡慕权威，并希望能臣服于他，但同时又想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要别人臣服于自己。其实这种性格状态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学校里，我们要考试，要对成绩排名，要去争夺有限的名额和教师资源。在这种性环境中，权威主义性格就会产生，同时会分化为2种角色状态：施虐状态和受虐状态。比如学校里的老师，他在管制学生的时候就是施虐的状态，而在服从校长安排的时候，他又转换成了受虐的状态。我再举一个例子，在电影《华尔街之狼》里，莱纳多饰演的主角乔丹充满了对权力、金钱的欲望。他不惜欺诈投资者，钻法律的漏洞，还婚内出轨、挥金如土，还组建了一个像宗教一样狂热的销售团队。他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之王。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时常把自己带入到了主角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屌丝利息煽动群众、掌控巨量的财富带来的血脉膨胀的兴奋，同时我也会把自己带入到他的追随者身上，感觉自己被一个强大的存在引领、洗脑，感受着受虐带来的安全感。在这里，施虐方和受虐方他们的关系是彼此依存的，谁也离不开谁。而这种关系状态也被弗洛姆形容为共生，这也是权威主义制度的第3个特点：共生关系。老板要只是光有钱，没有人，就是个光杆司令，那么钱就没有意义。所以他需要有人为了钱去臣服于他，这样他作为老板的角色才能成立，孤独带来的痛苦才得以缓解。更典型的例子就是父母，他需要通过对于孩子的掌控来获得存在感。比如有的父母，他们不顾及孩子的真实感受，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而这种强制的爱，在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对孩子的施虐性。弗洛姆说，施虐狂也常常以爱为伪装。如果某人声称是为了对方好才去控制他，这常被当作是爱的表现，但实际上其根本原因在于施虐狂享受统治他人的快感，并且弗洛姆还认为，当一个人他不断寻求权利，是因为他害怕面对自己的软弱。从心理学角度看，渴求权利并不根植于力量，而是根植于软弱。它是一个人无法独自生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力量时想要得到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表面看起来只有受虐方是弱势一方，实际上是双方相互依赖的。施虐方也在通过渴求权利来维持活着的感觉。这种共生关系一般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而另一种情况就是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就是把自我消解在一个外在的权利中，从而丢掉自我。从这个视角看，人人都是受虐者，因为具体的施虐的人消失了，施虐方变成了外部的隐形的权力关系所构筑的系统环境。其实我也相信，有的老板在创业初期是真的希望能造福社会，希望能给更多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但是随着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时候系统仿佛就变成了一个活物，它想要不停的吞噬和扩张，也就逐渐脱离了老板个人的掌控，甚至老板也成为了在权力关系中欲望和财富的化身，成为了被异化的那一份子。而在这个大环境中，有我们逃不开的权力关系。就拿我来举例吧，我从以前的公司辞职后做了自媒体，我看起来很自由，我白天能睡到自然醒，我每天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但实际上我是不自由的，我仍然身处在一个充满权力关系的环境之中，就是自媒体平台。在这里，如果我能获得更多的视频曝光，有更多人关注，那么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环境中，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是的，我这就是在追逐更大的信息权利啊，并且为了维持当前的信息权利，我还要保证自己去持续的曝光，所以我要不停的创作新的视频，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只不过我面对的不是推不完的巨石，而是一个又一个新视频的生产。我就是这样被实用和效率裹挟着。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闲下心来去看一些无关的文章或杂志，我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督促，赶紧去看书，赶紧记一些稿子。记得以前我不做视频，就是光写文章的时候，我感觉我每周都有写不完的东西。我看过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和我的朋友的简短的对话，甚至是我在生活中的一些小的经历，都会被我分享出来。那个时候我能体会到创作带来的极大的乐趣。现在我比那个时候的我确实是更会找选题了，也更懂平台规则和观众的喜好，但是我也在慢慢丧失阅读和写作的乐趣。所以我也是一个受虐者，我身处在互联网信息与内容平台构建的权力关系之中，我无法逃离。那面对无法逃离的权力关系，我们能做什么改变呢？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在现有权力关系中还能保有自我？如果自由就是相对的，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真实自我与社会自我的矛盾呢？这里有3个思路供你参考。2018年出版的一本漫画书叫《非平面》，
里面讲述了一个人，他每天按点工作生活，结果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原来不过是一个人偶，然后他的身上系着操控自己的线。后来人偶他想要切断系在身上这些所有的线，而这时候书里给到的观点让我眼前一亮。书里说，我们的经历与他人的交流，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一切都在塑造着我们。要想放飞自我，不能简单的割断系在身上的线，因为摆脱它们只会让我们漂泊不已，失去那些成就我们的东西。布鲁诺·拉图尔写道，解放不是脱离束缚，而是找到更好的依靠，保留这些绳子，通过在其中分辨出更多的联系，我们更能认清这些附属物并非限制，而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我个人很喜欢保留绳子这个隐喻，但是要怎么去理解它们？我们先说第一层理解，你首先要保留的绳子就是你在过往的经历中所习得的经验和知识。我见我身边的朋友就遇到问题就想跳槽，结果后来你发现大部分老板都是如此，只要身在系统里，我们害怕的问题就会一直出现。所以与其把心思花在怎么满足老板上，不如尽量让自己学习一些通用可以迁移到别的公司的能力，比如你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或者说你有一个可以能够傍身的硬技能，比如说你能钻空调洞，50元一个，1个月多了挣的钱比互联网大厂高管还要多。如果你想清楚这点了，你所待的这家公司也许你仍然不喜欢，但是它仍然可以作为你实践和学习的场所，直到你遇到了更好的选择。但是就是仅仅让自己具备了独自面对世界的能力，仍然可能无法找到内心的安定感。这是因为人从生下来开始就需要与他人的连接，当小孩出生后就断绝了与母亲的一体化状态。小孩脱离了母亲，确实获得了自由，但也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弗洛姆会说人会逃避自由，宁愿身处在让人难受的关系之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弗洛姆的回答是，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的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的活动，这是爱与劳动。这样的话，人就不用靠出生前的一体化状态，而是靠爱与劳动，把作为自由独立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这就要说到《逃避自由》这本书里的重要概念——自发活动。自发活动简单来说，就是不是外界强制的，是你主动想要发起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全心投入这本书里说，创作有2种状态，一种创作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有意识地传递某个信息，而另外一种呢，就是艺术家饱满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流淌到艺术创作之中。就像同样是 cover 一首歌，有的乐手他会习惯性的去还原和复刻原曲的每一个细节，而有的乐手呢，他则是只记住原曲的节奏与和弦，剩下的空白就依照自己的心情自由即兴的演奏。这种即兴发挥，把自己当下的情感自然地融入到劳动中的状态，就是我所理解的自发活动。而我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就是自由写作。当我的写作进入到状态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种充分的愉悦和满足感。除了自由发散的写作，你也可以去尝试去改变你平时上班或上学的路线，你能持续的去发现不一样的景象，让自己走出既定的路线，进入到一种陌生的维度。比如别人都在雨中打着伞，担心地上的脏水会打湿鞋面，而你却可以在雨中肆意的古怪的跳舞。就像飞平面里说的那样，尽管雨会一直下，尘归也会不断的出现，但是我们必须唱歌跳舞，寻找逃离的办法。你还可以尝试即兴合唱音乐、自由绘画和手工、亲手种植植物，还有冥想练习。那在这些具体的活动之下，开启自发活动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与自身的感受建立联系，因为我们已经被常年生活所形成的社会自我所遮蔽了。而这时候我们所谓的做自己，有时候就是一种虚假的伪装。张春在鲁豫的播客里分享过一段自己戒烟的经历，他说他在过往的生活中总是去尝试做自己，比如当身边的权威朋友都一致认为抽烟是不好的，那他就偏要抽；但是当没有人劝他之后，他反而戒了，因为一切需要他对抗的外力消失了，否定的声音没有了，他觉得他不必再去通过抽烟来去证明自己的独特存在。而且在他仔细感觉后，他发现抽烟的味道真的很臭，而且抽烟时喉咙也特别不舒服，于是他就像走路停下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把烟戒掉了。心理学上把自我分成了2种，社会自我和真实自我。社会自我就是由社会思维语言塑造的自我，比如说大家都不抽烟，你也不抽烟，或者说你会和大家不一样，所以你选择抽烟，这样的判断逻辑都离不开社会自我的范畴。而另一种自我叫真实自我，就是连接你身体的真实的感受和直觉，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抽烟，你的身体和感受你是知道的。这个时候放下社会自我的执念，与自身感受建联，就产生了你去开启自发活动的条件。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社会自我就应该被全然的否定，真实自我和社会自我两者是需要平衡的，而平衡的方法就是用自发活动去和更多人发生联系。如果为了所谓的理想，连家里面的生计都无法维系，我的理想就变成了幻想，我的坚持就变成了逃避。也就是在这样的矛盾问题下，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解题思路。当我把这份真实的自己与你发生联系之后，也许我就能做到弗洛姆所说的，把作为自由独立个体的自己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也是你们的存在给了我去打破理想自我的勇气。还记得前面说的保留绳子的隐喻吗？而第2层含义就是保留自己真正认同的社会角色。我们一起在我爸妈家吹蜡烛吃蛋糕，71岁的我爸还有65岁的我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家人和伴侣，这是我即便看清了社会的残酷和现实之后，仍然选择愿意去承担的社会角色。家里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我，也牵引着我，我是不自由的。但这样的束缚也是我内心安定的所在。我这样去想，其实也是在避免自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极致的自由后，进入到了孤独和无力的状态。毕竟极端的个人主义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权威主义呢？其实像视频开头所说的，传统公司、不对等的关系体制、不稳定的价值观，还有我们不得不进入的共生关系，它们终究都是外在的环境。而比外在的规则更可怕的是内化到我们精神世界里的规则，然后变成了权威主义性格。而作为现代社会的个体，我们去觉察并消解自己的权威主义性格，给身边的人提供微薄的善意，这也是我们在充斥着权力关系的社会环境下力所能及且有效的反抗。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弗洛姆最乐于见到的社会个体的生命状态，也是本期视频对于向往自由的你最由衷的祝福。